重庆丰都的深山悬崖之巅，竟隐匿着一座神秘的寺庙，它的来历更是充满了未知与传奇。据丰都县志记载，这座寺庙名为玄峰古寺，始建于唐代，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远远望去，寺庙孤悬于一根300多米高的石柱顶端，石柱如春笋般拔地而起，直刺云天。四周尽是刀削般的悬崖绝壁，地势险要到近乎绝境。而想要抵达那里，只能通过一条仅半米宽的悬崖栈道，脚下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，一步踏错便是万劫不复。真是令人难以想象，古人为何要在这么险要的地方修建一座寺庙呢？这座寺庙又是如何立于这绝壁之上的呢？下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去一探究竟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重庆丰都的都督乡，在这深山绝壁之上，一座寺庙立于3面绝壁的孤峰上，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险峻。据说这座寺庙的来历那是扑朔迷离。关于这座寺庙的历史呢，最早可追溯到唐朝时期。令人感到非常好奇的是，为什么会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建造这么一座神奇的小庙呢？下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去一探究竟。现在我们的位置呢是在这座寺庙的后山上，我们只需要沿着这条路一直走，就能到达寺庙那里了。听当地人说，从这里下去的话，还需要走10几分钟。我们当前的海拔是在1300多米，真是高处不胜寒。越高的地方它就越冷，太冷了这上面。这边种了好多烟叶呀，这一大片都是，可能是附近村民种植的。可能有些人不认识这个，但是抽烟的人一定认识这个。给大家打个比方吧，这个呢是中华，底下呢是和天下，然后是芙蓉王，大家认识了吧？给大家开个玩笑哈。它这个呢还是要拿回家加工的，要把这个叶子烤干，然后再加工成烟。这种烟叶在我们贵州也有种植，我们贵州那边叫做烤烟。像在农村的话，这种烟是常见的，也是农村的一种经济来源。像之前我们探访的一户悬崖人家，他们就是以种植这个烟叶为主，这也是他们的经济来源。哎，你们看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果子呀？紫色的，好好看呀！有点像云南的那种蜘蛛果，不知道能不能吃。你好，叔叔，哦，爷爷，在弄菜呀？哦。弄药材。啊，弄药材。有点冷哦。啊，我们来寻崖寺庙去。啊，没事，我们走惯了，都在山里面。爷爷在这个山里面弄药材。哇，这山里面好多这种野果子呀，各式各样的。这是什么野果子？红彤彤的。这个我就认识了，这个是红子，我们那边叫做红子，它的学名呢叫做救济凉。哇，这个季节的这个好好吃啊！可能是因为这个季节它的果实，成熟了，熟透了，就比较甜。上次我们吃起来它是，比较那种涩的。这里也是一片，让人忍不住就想吃。甜甜的，但是这个不能多吃，多吃的话，农村人都懂。这里还有一个山药豆，野生山药豆。
你们听，到处都是叽叽喳喳的声音，好多鸟啊！这个林子里面。哎，这里有一座桥，还有一块功德碑，功德流芳。我们是快到了吗？这个梯子应该是近几年所修的，以前应该是一座木桥。你们看底下，还有很多木材。现在我们是走在一条悬崖小道上面，看底下，底下是悬崖绝壁，不过还好有这些树木的遮挡。哇，你们看，我好像看到那座房子了，不过只看到那个房顶。我们还是要从这里过去。现在我们是走在一座山的一道山梁上，两边都是悬崖绝壁。哇，我的天呐！从这里看下去，好惊险呀！走在这上面，让人胆战心惊的。看这旁边应该是做的一个护栏，好像这个护栏已经年久失修了，这些木材呢都已经腐朽了。在这旁边还有这个鞭炮屑，应该是常年有人祭拜。大家看，就是这里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座寺庙。这座寺庙呢分为3个殿，中间的是正殿，然后左右两边各有一个侧殿。中间供奉的有4位神像，大家有认出是哪几位吗？从他们的衣着来看的话，我感觉有点像道教。这应该是属于地方特色了。可能只有本地人才知道，我是没有看出供奉的是哪几位。再来看一下这边，这边里面供奉的也有几位神像。它这个材质有点特别哦，它是一整块木头里面雕出来的。在这旁边还放了有功德箱，然后还有一些香和纸，应该是供来往游客自己烧的。再来看一下这边，这边也供奉的有几位，
我感觉这边两位有点像雷公电母，你们看这边他手里拿着一个雷锤和雷鼓。这几尊呢也是用木头雕刻出来的。很可惜哦，没认出里面供奉的是哪些神像，因为这些工艺呢，它是出自于民间之手，它和我们在那些大寺庙里面常见的神像它是不一样的。很可惜今天没有遇到这里的守庙人。如果说遇到这里的守庙人就好了，就可以让他给我们指出里面供奉的是哪些神像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，这座寺庙它的占地面积不是很大，可能就50-60个平方。它的三面呢都是依附着这个悬崖绝壁而建的。这座寺庙一看就是近几年才修缮过的，它的下面呢是这种砖，房屋呢是木头和瓦片。从这边呢还可以去到房子的后面，我们从这边过去。在以前呢，这座寺庙可能是一栋纯木质结构的。看这边，一地的木头，应该是顶梁柱。应该是在原本的寺庙上拆下来的，然后重新修下来了这座砖房的结构。从这里上去要特别的小心，因为这旁边就是悬崖绝壁。它这个瓦片看起来年代很久远了。应该是以前的老寺庙遗留下来的。我的天哪！你们看底下，让人看得胆战心惊的。我们当前的海拔呢是在1300米，从我这儿距离谷底的话，大概在300-400米左右。站这上面看风景真的是太美了，真的有那种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的感觉。关于这座玄峰古寺呢，在当地呢流传着一个传说。传说在唐朝的时候，有一位来自四川的阴阳法师，他带着他的徒弟四处云游，然后想找一个得道飞升的一个地方。于是呢，他们就云游到了此处的峡谷下方，发现这上面是一块风水宝地，特别适合建造一座寺庙。于是他们就决定在此处安营扎寨。到了当天的晚上，天上是电闪雷鸣，风雨交加。没想到的是，到了第二天的早晨，山顶上的云雾逐渐散开，露出了金光闪闪的一角。他们爬上这个山顶一看，发现在这个山顶上竟然矗立着一座崭新的寺庙。这就是这座玄峰古寺的由来，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神奇呢？好了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玄峰古寺。无论这些故事是真是假，
这座寺庙就这样神奇的立在这座山的山巅，它把它千年的神秘和壮美都留给了今天站在这里的我们。希望大家也能有机会，也能来这里亲身感受一下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